大家好，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，作者庄敬。查核笔记：当嘲讽变成新闻，一则推文如何毁灭台湾？标签错误。近期，中国大陆和港台媒体相继报道，美国总统拜登曾说出毁灭台湾计划。消息源头是美国广播节目主持人加兰尼克森 （Garland Nixon） 的推文，经台湾前立委蔡正元在脸书转发，再经媒体引用，制成一篇拜登又失言、惊吐真心话的毁灭台湾内幕报道。台湾的外交部发声明澄清，而中国外交部要求美方解释。尼克森2月25日在推特发布影片，谈论毁灭台湾计划推文被疯传的现象。他坦言自己常发嘲讽 satire 推文，只是为搞笑有趣。毁灭台湾说经蔡正元转发后，进一步引发热议，大批媒体跟进报道，紧接驻官方也表态。然而，自尼克森25日发布影片自称搞笑后，至今却未见先前大肆报道毁灭台湾计划的媒体报道他的说明。毁灭台湾说如何从嘲讽推文演变成内幕新闻？2月16日，尼克森在推特发文，大致译文如下：突发新闻，白宫内线透露，当被问及有什么比新保守主义乌克兰计划更大的灾难时，拜登总统回应道：“你等着看我们的台湾毁灭计划吧。”尼克森的推特自介为美国华府广播节目主持人与政治分析人士，虽然他未介绍所属媒体，但可从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 Sputnik 网站找到尼克森的资讯，而其节目播放电台 WZHFM 也遭美国法院判定为俄罗斯政府代理人。检视尼克森的推文，发现他多以耸动谩骂方式评论政治。截至3月1日为止，这则推文已经有近47万的阅读量，680次转推，以及超过200次引用。蔡正元就是其中一位转发者。2月21日，他在脸书转发尼克森的推文，并附上中译：毁灭台湾。美国华府广播节目著名主持人加兰尼克森说，白宫内线消息透露，当被问到有什么比新保守乌克兰方案更具灾难性的，拜登回答：等一下，当你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。蔡正元发文后，部分台湾媒体随即跟进，陆续发表惊吐真心话。拜登毁灭台湾计划脱口而出，白宫内线全说了，拜登又失言。美媒体人皆毁灭台湾计划等报道，耸动吸睛的标题引起注意，但内容仅以蔡正元脸书发文为主，搭配网友留言，并无其他消息来源，也未交代是否询问尼克森本人或相关单位回应。蔡正元也上政论节目谈论这个话题，他认为尼克森知名度非常高，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、捕风捉影的主持人。蔡正元还说，即使拜登是口误或闲聊，但这种心态是拿我们的生命财产开玩笑吗？经过蔡正元的转发和台湾媒体跟进报道，毁灭台湾计划成了热门话题，美中台官方也陆续表态。2月22日，台湾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被媒体问到此事，以台美关系史上最好，请大家勿轻信谣言回应。外交部当天2度发布声明，第一则声明指该消息来源未经查证，第二则声明说明尼克森所属媒体背景。美国在台协会 8 同天发布声明，表示拜登曾亲自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。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于22日分别致函白宫国安会、美国国务院 8 询问此事，未获白宫与国务院回复，8则提供了上述声明。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 Daniel Kritenbrink 22日在线上记者会回答中平射记者提问时表示，这个假设的说法是他见过最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。他并重申美国会持续努力推动并强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。民进党质疑尼克森发文视为俄罗斯大外宣，并指国内有心人士刻意放大、散布以美论。蔡正元再度发文反击，民进党小狗仔有什么证据说他造谣？美国白宫至今都没说他造谣，再怎么样也轮不到民进党小狗仔忙住帮拜登辟谣。即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认为这是谣言，仍未动摇蔡正元的立场，他又为此发文称朱立伦是亲美派，善于发扬美国的善良与光明，不愿意正视美国的邪恶与堕落。而毁灭台湾说不仅在台湾引起热议，不少中国、香港媒体也跟进，包括央视台媒惊爆拜登有毁灭台湾计划，环球网美国毁灭台湾计划震惊岛内。台当局紧急澄清，却引发更多质疑。中评网发表快评，华府准备毁灭台湾，台独是帮凶等相关报道评论。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相关提问时说：“我也很想知道什么叫毁灭台湾的计划，美方应该做出明明白白的解释。台湾是中国的台湾，我们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”另一名发言人华春莹24日转发尼克森的推文，并称对于华府而言，总是美国利益优先，根本不在乎毁灭谁。在白宫，拜登尚未出面辟谣，尼克森也未进一步说明时，毁灭台湾说属未经证实的消息。但尼克森2月25日在推特发布影片，自称其推文属嘲讽文，台湾争论多日的所谓毁灭台湾计划只是虚构。加兰尼克森2月25日在推特发布影片，谈论引起疯传的毁灭台湾计划推文。时长56分钟的影片，尼克森企图引用参议员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 去年在节目上声称若入侵台湾，他们会战到最后一刻的说法，以及美国智库兵推台海战争的结果等资料，举了许多例子以合理化他的观点，但也坦诚他很多推文内容都只是开玩笑。在影片13.05分处，尼克森说，任何有在追踪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常写突发新闻、白宫内线消息透露、突发新闻、克里姆林宫内线消息透露这类的嘲讽文 satire。然而，尼克森发布影片后3天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8日例行记者会仍称，美方鼓噪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，甚至有媒体爆出美政府制定了毁灭台湾计划。人们不禁要问，美方究竟意欲为何？推文疑点重重，但依消息来源证据不足。也许对尼克森而言，发布这类政治嘲讽文开个玩笑，再平常不过。但讯息传到台湾，透过某些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嘴传播，媒体跟进报道，政论节目深入讨论，中国官方与媒体持续炒作，让玩笑话变了调，成以美论题材，惊动官方出面回应。回头检视加兰尼克森的推文事件，自始就存在几项疑点。首先，据推文，他是听白宫内线消息转述，在新闻作业上属于单一消息来源新闻 （single source news）。一般新闻机构对这类消息都高度存疑，并且要求再查证，至少找到另一个独立消息来源。其二，推文称突发新闻，身为媒体人的尼克森为何没有在自己主持的节目，或者借助其他的新闻平台迅速发布这条独家新闻？第三，若尼克森所言有可信度，为何未见美国主流媒体如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、福斯新闻等跟进报道？但检视这一连串消息在台湾的传播镜，蔡正元脸书发文仅转发尼克森的推文，没有提供更多证据。然而第一波跟进报道的媒体并不存疑，在消息未经证实之下，甚至直接以拜登又失言为标题。即使尼克森25日发布影片后真相大白，但伤害已经造成。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认为，虽然人们有在社群平台撰写嘲讽文章、转发讯息的自由，但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引用应更谨慎，媒体需多方查证，否则这类因嘲讽文而制造假议题的事件恐一再重演，不但有损转发者、报道媒体的权威与信誉，更虚耗社会资源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、